说到底，传统工程统包毛利低又充满不确定性，尤其2025年美国专案爆了那个大雷，搞得股东灰头土脸。大家都在问，中鼎这种老字号的传统统包商，现在到底还有什么看头？其实数字会说话，如果你还把它当成只会盖炼油厂的黑手，那真的完全错过了眼前的结构性大洗牌。仔细拆解中鼎最新法说会资料，现在支撑这家公司的早就不是低毛利的传统工程了，他们已经全面导向 ESG 绿色环保，而且紧紧抓着算力及国力的高科技与 AI 商机双引擎。这是一场从底层基因开始的彻底翻转，直接从传统 EPC 进化到投资、新建、营运的全生命周期服务。但说真的，2025年美国 GCH 那个雷实在太大，市场信心大失血啊！2026第一季这一波复苏，到底是昙花一现，还是真正的结构性转变？我们凭什么相信这家公司已经止血了？答案就藏在毛利率的剧烈变化里。你看哦，2025年全年毛利率被死死压在10%，但是到了2026年第一季，这个数字强势拉升到了13%。这绝对不是什么会计魔术，而是低毛利的旧案陆续结案，加上高毛利的高科技跟绿能新案进场所产生的一个黄金交叉，体质的改变已经实实在在的反映在最真实的获利能力上了哦。好，就算毛利拉高了，工程业最怕的就是接不到下一单啊。未来的营收动能真的安全吗？那你绝对要看这个历史新高的数字，4504亿元，这是截至2026年第一季的在建工程总额。你想想，毕竟5000亿的合约实实在在握在手里。这意味着未来3到5年的营收已经拿到了极高程度的保障，这不是预测哦，这是已经签字画押的超级护城河。可是护城河这个词现在真的被讲烂了，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？凭什么别人抢不走？我们直接拆解中鼎的3大核心事业体。第一，中鼎工程本身直接拿下了台湾高达 70% 的燃气电厂市占，累计21座，总发电量逼近 2.68 万百万瓦，更是国内唯一能同时搞定天然气气化跟大型除草的公司。第二，旗下的小金鸡昆鼎掌握全台50%的民营焚化发电操作，还拿下了嘉义市绿能 BOT 案。他们南科药鼎的废溶剂回收纯度甚至高达 99.9%。第三，新鼎系统，这才是最隐蔽的武器。他们硬是把冷冰冰的实体厂房变成了聪明的 AI 数位大脑。等一下，一家盖实体厂房的公司在谈 AI， 这听起来超像是在蹭热度的吧？绝对不是蹭热度，这是把工程领域的硬核知识跟 AI 深度融合。你看新鼎的 Mr. 系列智慧产品，从2012年的能源管理开始，一路进化到2023年的数位孪生，现在更推出了 MOPX 智能维运平台。从中鼎第2总部钻石级大楼的智慧建筑，一路做到数据中心的监控，他们不只帮你盖厂房，还直接帮你装上客制化的战情看板，实现智慧回控。他们卖的早就不是钢筋水泥了，而是这个时代基础建设的神经系统。我们把顺字摊开来看这绝对是这场法说会的高潮。2025年，因为美国 BKRF 专案提列了高达 31.39 亿的信用减损，当年 EPS 被砸到只剩 1.91 元，股利惨降到现金 0.8 元，股票 0.2 元。这笔烂账真的清干净了吗？对比最新的财报就能看出端倪。到了2026第一季，单季营收172亿元 ，EPS 直接缴出 1.00 元的超强成绩单对比去年同期还是亏损 1.38 元这是极度强悍的 V 型反转。更重要的是，毛利率稳稳站上了 13%， 这彻底证明了抛开美国的阴霾后，高科技跟绿能订单的真实含金量已经开始发挥了。账面数字是很漂亮啦，但会计师在2026第一季依然出具了保留结论，甚至把美国专案的后续回收列为强调事项。这代表地雷根本还没拆完吧？风险确实存在，没错，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依然紧盯不放。因为工程业的收入是用完工程度法认列的，估计成本本来就有风险，再加上未经合约的非重要子公司跟权益法投资占了 24.42%， 会计师当然必须保守。这也逼得我们必须直视那笔高达190亿元台币的美国 GCEH 债权，看看管理层到底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老实说，业主重整合约终止，这在工程界通常就意味着血本无归了。一笔接近190亿的庞大债权，难道不会把整家公司直接拖垮吗？接下来我要拆解的就是这场法说会最精彩的财务工程攻防战。管理层并没有被动挨打，他们反而筑起了一道极为精密的财务防火墙，硬生生的把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转变成风险完全受控的再转股保卫战，甚至还有可能因祸得福。听起来很悬，具体到底是怎么操作的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全面脱离美国法院的重整监管，把账款切成3块来处理。第一，一刀切断，果断提列 31.39 亿的减损，把最坏的情况锁定。第二，拿到最高清偿顺位的 0.75 亿美元，现在工厂每天稳定生产8500到9000桶再生柴油，刚好利用现在维持高位的油价，创造稳定的回报金流。
第三，也是最狠的一招，中鼎直接拿下了1.25亿美元、年息8%复利的特别股，这个清偿顺位可是绝对优先于普通股的哦。拿特别股有什么用？如果工厂最后还是不赚钱，那这些特别股不就是一堆废纸吗？其实，重整协议真正的杀手锏藏在这里。根据美国法院的确认命令，中鼎不仅拿到了特别股，更强势指派了2名董事跟1名观察员进入董事会，取得了重大资产交易的1票否决权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现在拥有了实质经营权，直接吸收了 GCEH 的技术底蕴，预计在2031到2033年，透过工厂营运或者触发出厂机制，计划溢价卖给石油巨头来完全回收。所以这真的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风险全面受控了。好，财务地雷算是有控制住了，但战略上呢？中鼎拿了 DJSI 全球营建工程第1名，标普 Top 1%， 还有京级净零标章。结果转头一看，台湾70% 的传统化石燃料燃气电厂都是他们盖的，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漂绿行为吗？从数据来看，的确有点讽刺，但这反映的是国家能源转型无法回避的现实啊。配合减煤增气占比要达到 50% 的政策目标，这是过渡时期的刚性需求。而中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，他们利用这庞大的现金流，转头去投资碳捕捉与封存，也就是 CCS 还有氢能这类的低碳技术。说白了，他们是在用化石燃料赚来的钱，买通走向绝对净零的门票。那说到全球布局，现在全球供应链大洗牌，海外建厂成本狂飙，贸然跑去美国、墨西哥盖厂，这风险不会太高了吗？外行看这是分散风险，内行看这可是解决高成本的生存之战。中鼎深知单打独斗太难了，所以发动私募，拉拢了台达电的电源管理、台聚的石化底蕴以及大亚的能源串接。他们更联手电工会跟鸿海推动 T 马科学园区，直接锁定墨西哥、波兰、美国跟印度4大据点。这招就抱团出海，直接把台厂的海外产业聚落生态系给建立起来。你刚才一直强调高科技商机，但看资料，高科技目前在总在建工程里明明就只占了4%啊，这比例这么低，含金量真的有在暴增吗？你那是看过去的存量，请把目光移到最新的增量数据好吗？截至2026年5月初，今年累计签约已经达到744亿元，其中高科技在新签约额中的占比已经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激增到了41%，这里面还包含了印度先进封测厂的 FEED 案，这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基因正在快速突变 ，AI 跟半导体基建即将成为支撑他们营收的绝对主力。占比瞬间拉到41%，这背后到底是吃下了什么超级大补丸？答案就是单一大型专案的恐怖威力。中鼎直接拿下了美商记忆体大厂美光在新加坡逾250亿元的建厂工程，这笔超级大单直接把东南亚地区的签约占比一口气拉升到了36%。你要知道，这不仅仅是盖个厂房而已，这涉及的是极度复杂的系统级整合。这证明了中鼎完全具备参与全球最顶尖半导体供应链重任的能力。那科技大厂为什么非找他们不可？难道外国厂商连无尘室都不会盖吗？因为半导体厂最致命的痛点，从来就不只是无尘室，而是水和废弃物。中鼎旗下的南科林废中心能将废硫砖转化为建材起石膏，他们更凭借台积电南科再生水厂跟新竹海淡厂的指标时机，直接拿到了跟随科技巨头出海的国际通行证。他们现在锁定的是新加坡美光每日2万吨，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州每日2.8万吨的再生水计划。他们可是台湾唯一全生命周期包办，而且同时握有污水处理跟海淡实力的水务大鳄。听完这一切，从1900亿美国债权筑起的财务防火墙，到毛利率回升至13%，再到高达41%的高科技新单占比，这些经过会计师严格核阅的数据，确实勾勒出了一个具备强大韧性的转型轮廓。虽然审计上的强调事项跟潜在风险还是存在，但他们从传统 EPC 转向双引擎的结构性转变，确实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了。当一家公司手握近5000亿订单，不仅掌控着国家能源转型的动脉，还跟着晶圆巨头征战全球，解决最棘手的水跟废弃物难题，甚至把 AI 大脑直接植入实体厂房的时候，你或许真的该重新思考一下了。资本市场过去给予这家公司的传统营建本益比，在面对这个高科技与绿能双引擎全开的全新实体时，是不是该迎来一次彻底的重新评价？这份法说会背后隐藏的结构性逆袭，绝对值得我们持续关注。